你好，我是 Alex 阿力。我们今天视频呢，主要来聊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啊。第一呢，就是这个 Lido 啊，最近是因为上海升级利好的刺激啊，最近2周是异军突起，翻了1倍。很多 KOL 都说这是下一轮牛市流动性质押的龙头，那到底会不会这样？我们今天就从 Lido 的白皮书开始啊，然后呢，结合目前持仓量最大的几个地址来看，那到底 Lido 会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是牛市长红？第二，我们继续来分析一下Gemini 和 DCG 的债务的问题啊，今天有消息出来说，美国证监会呢开始起诉 Gemini 以及 Genesis 了。那我上期视频说到 Gemini 可能会主动申请破产，目前呢他们还在硬撑着，死活呢就是不给34万投资者们提现。那这次证监会的起诉会不会拔出萝卜带出泥？我们在视频中会详细的聊到。好，我是 Alex 阿力。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的电报有个会员群，我的目标呢是带领群里所有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呢，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那我们首先来简单说一下 Lido 的模式。根据2020年12月份白皮书他写到的，他说以太坊呢从 POW 升级到 POS 需要大量的 ETH 在信标链上进行质押，每32个 ETH 可以做一个节点，那达到预定的数量之后呢才会完成这个升级。但是呢，以太坊的官网的质押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最开始的时候啊，它质押呢不能够自由的交易，一直锁仓到上海升级的完成，而且需要32个 ETH 作为一个节点。那么 A16Z 呢就在这个时候投资了 Lido DAO， 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即使你没有32个 ETH 也可以参与信标链的质押。而且最关键的是，你质押一个 ETH， Lido DAO 呢就给你一个 ST ETH， 你拿着 ST ETH 呢可以去 DeFi 的平台呢进行抵押借贷。对，那这就是白皮书清晰的写出来的，并且出现了好几次，鼓励你呢去质押 ETH， 然后拿到 ST ETH 呢去借贷。那这个过程中呢 Lido 呢收取你年化利润的 10% 作为手续费。那这个手续费确实很低啊，相对比 Coinbase 的 25% 可以说是很良心了。但是呢，你要记住啊， Coinbase 并没有让你去再去抵押借贷啊什么的，再去赚你一层皮啊。那这个 Lido DAO 呢可是啊让你去加杠杆啊去借贷，那无形之中呢让你的资产呢加了很多倍的杠杆。那我们大家都知道，在 Luna 崩盘的时候 ST ETH 是严重的脱钩脱锚，那这个本来呢是和 ETH 是1:1进行兑换的，一旦脱钩呢就会造成很多借贷抵押平台的暴雷。目前 ST ETH 抵押最多的平台呢就是 AAVE， 根据平台的数据呢，每质押一个 ST ETH 你可以借出来 0.72 个 ETH。 那如果说你资金量大，你可以无限次的去玩这个游戏。那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总结一下，比如说你有100个 ETH， 你拿到 Lido DAO 呢去质押，得到了100个ST ETH， 然后呢用这100个 ST ETH 再拿到 AAVE 去抵押借出来72个 ETH， 然后呢再去 Lido质押得到72个 ST ETH， 再去 AAVE 抵押得到 51.84 个 ETH， 那么如此往复的循环呢，直到借不出为止。那这个过程中你的杠杆呢也不知道是加了多少倍了。那一旦 ST ETH 出现脱锚，各个平台呢都会有暴雷的风险，我们前面也提到了。那目前 AAVE 清算的比例呢是 ST ETH 跌到0.85 个 ETH，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在 Lido 上面质押的 ETH 怎么办呢？那白皮书它也写了，一旦出现 ST ETH 价格下跌，他们就会暂停你去提现。那虽然目前上海升级也没有完成啊，没有办法用 ST ETH 直接在 Lido 上面去换回来 ETH， 但是呢在 Curve 上面你可以选择损失一定的比例，比如说损失个 4%、5% 去换回来 ETH。 那甚至呢你可以在一些交易所直接卖掉 ST ETH。 但是问题来了， ST ETH 是不是由项目方说了算，随便 mint 随便去发行呢？那我在白皮书上没有找到他们相关的说明。
希望有朋友看到他们源代码的去检查一下他们的智能合约到底是怎么写的。那我们说到现在啊，可能很多朋友已经发现了，那这不就是灰度基金的一个升级的版本吗？没错，灰度基金你去质押比特币呢，换回来 GBTC 的股票，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去卖出，也可以在 Genesis 上里面抵押换回来一部分的比特币，但是呢，唯独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让你将 GBTC 换成 BTC。 那这其实呢也是灰度基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啊，就是他们想转换成比特币的 ETF 的现货基金，这也是他们努力的一个重大的原因，但是呢一直被拒绝。所以我们一对比你就发现了，除了没有 SEC 的监管之外， Lido 做的事情和灰度基金简直是一模一样。那没有监管就意味着项目方呢可以随便的去发行 STETH， 甚至说会卷款跑路，那没有人可以怎么地他们，对吧？你可能会说这个是道组织，可以去投票。那请问你在2022年有没有听说到跑路之前让你去投票去投反对票吗？那并没有啊。那再者说了，这个根本就不是什么去中心化的道啊。那可能所有的节点呢也是在他们自己的机房里面，那他们可以随便怎么说随便怎么做。那为什么我可以这么说呢？那大家看一看他们选择的这种节点的运营商啊，那请问在座的各位啊有没有去投票去选择过？那并没有啊。那不都是他们自己去指认的吗？那我们聊到现在了，那 LDO 这个代币怎么就没有聊到呢？对，这就是一个非常鸡肋的一个问题啊。那根据白皮书，Lido DAO 呢，它有两个代币，一个是 STETH， 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了，另一个呢就是 LDO。那 LDO 呢，只是决定你的投票的权重。那比如说你手里面的LDO 越多，你的投票的权重呢就越大，但是呢这个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卵用啊。我们刚才也提到了，那我们可以看到啊，以太坊升级跟 LDO 并没有什么关系啊，甚至说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但是为什么LDO 最近大涨呢？那我们看一下这前8位持仓的地址呢，可能你就会明白一二。前几位的地址呢，赫赫在列的有 Alameda Research 以及三箭资本啊，这两家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在2022年，我们大家都很清楚，这两家公司呢都是欠债数十亿美元的。那会不会是他们最近在拉盘，然后呢把筹码卖给韭菜呢？然后呢他们去筹集一些资金呢去还一些债务？那我个人认为呢可能性很大啊。如果说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 STETH 也会出现脱锚的剧情啊。那这样的话 Lido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就不给你提现了，反正白皮书上白纸黑字啊写的非常清楚了。那你自己不去看白皮书，你就去质押，那你活该，对不对？所以说在这个市场上，第一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不要因为可以重复的抵押，以为呢去撸到了羊毛，结果是撸了个寂寞，连本金都被他们给吞没了。那第二呢，就是不要相信除了以太坊官网之外任何的质押平台，任何的借贷平台啊。本轮熊市呢还有很多作恶的这种项目方，这种公司呢依然没有死掉。那他们不死，本轮熊市呢我认为不太可能会结束。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Gemini 以及 Genesis 被美国证监会起诉的事情啊。那这个新闻是这么说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指控 Gemini 以及 Genesis 通过 Gemini Earn贷款产品向散户投资者未经注册发行和销售证券。那我们上一期节目已经详细的介绍过了啊。那 SEC 称呢 Genesis 以及 Gemini 从数十万投资者那里募集到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加密资产。 SEC 呢正在调查这两家公司对其他违反证券法的行为以及涉嫌不当行为有关的任何的实体和个人。 SEC 呢向美国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提起的申诉指控 Genesis 和 Gemini 违反了1933年证券法第5A 和5C 条，申诉寻求永久禁令、没收非法所得、不义之财，加上判决前利息和民事处罚。那这两家公司呢都是在美国本土注册的实体公司啊。那事情一出啊 Gemini 首先就慌了，他的创始人就跳出来说你们证监会起诉呢只会增加客户拿回本金的难度。那他这么说呢也是有一定的道理呢。那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司法系统呢是有很多的漏洞可以去钻的。如果说你看过一个美剧叫亿万的话，英文名字叫 Billions， 那你可以知道啊，美国的这种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它的这个司法机构呢其实呢是这个狼狈为奸的啊。那 SEC 可能呢这么做呢只是为了保护
DCG 那也是有可能的，而且呢可能性非常大。那么这么一起诉呢，可能就给了 DCG 很多的时间，让他们呢去赶紧的去凑齐资金。但是呢这么一起诉 Gemini 可能真的要走破产清算的道路了。这家公司欺骗客户，擅自动用客户的资金，破产呢也是罪有应得。但是呢苦就苦了很多的投资者。但是呢话说1万遍，还是那句，你为什么要把钱去交给别人去投资呢？为什么呢？我希望呢 SEC 的介入能够起到更多的正向的作用比如说能够帮助投资者把钱给拿回来。那些公司该倒闭的倒闭该罚款的罚款，那这种创始人该坐牢的坐牢。那这个市场上的狗逼实在是太多了，需要净化一下。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如果说你觉得对你的投资和思考有所帮助，请点赞这个视频，订阅我的频道，让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